为什么王耀武在1959年能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？来看看他进入功德林后思想上有多觉悟。曾经的老部下叶立三在功德林见到他后，立马给他敬礼，而王耀武却连忙拉着他把敬礼的手放下，生怕让我党看见他还在搞国民党官僚主义那一套。上什么山就唱什么山歌，进什么庙就拜什么佛，明白吗？短短的几句话就能看出王耀武圆滑的性格，还没开始改造就已经向我党低头了。但同为败军之将的叶立三却很不服气，毕竟当初在山东战场，王耀武把最好的部队交给了他，而他却在莱芜战役全丢了。我不服啊，左公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。你不服气有什么用呢？你咽不下这口气又有什么用呢？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叶立三不服气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当初在山东战场还跟我军打得有来有回，结果老蒋硬是派陈诚去指挥，才导致一败再败。我们都知道陈诚的指挥能力，拿白崇禧骂老蒋的话说，同样是个步兵营长步枪司令，在国民党这些将领中，陈诚跟刘峙号称战区司令里面的绝代双骄。如果说老蒋是运输大队长，那这两人就是后勤保障科科长。左公啊，国军失败不是我们的错呀，那是老头子在军事上重用了奴才、庸才、蠢才。华东战场如果全交由您指挥，至于现在一败涂地吗？虽说陈诚有指挥上的问题，但王耀武知道国军真正的失败还是因为国民党失去了民心。毕竟当初国军在装备、兵力和后勤保障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，而我军却能在国军的层层围剿之下辗转腾挪。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帮助，能做到吗？咱们说，老百姓为什么会拥护共产党呢？为什么不拥护国民党呢？古人云：得道得助，失道寡助。哎呀，左公，那都是共产党的宣传。面对如今的现实，王耀武比任何人都清醒，他也不管叶立三能不能理解，不想再多言。与此同时，开饭的时间到了，但因为冬天煤炭潮湿，生火困难，我军的战士宣布推迟开饭1小时。听到要推迟开饭，以康泽为首的几名战犯不乐意了。为什么推迟开饭？你想饿死我们吗？饭都不给吃了，这就是你们说的优待吗？你喊什么？喊什么？你喊什么？不开饭拉倒，反正老子也不想活了。康泽，把我捡起来！面对康泽的嚣张态度，我军的战士也没惯着他，直接拿枪顶着他，让他把碗捡起来。你今天要是不把碗捡起来，那想毙了你！好啊，开枪吧，开枪啊！一旁不嫌事大的刘安国也开始用激将法挑唆战士开枪。开枪吧，开呀！怕你是没这个胆儿吧？你给我闭嘴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自然引起了其他同志的注意。眼看我军的战士要犯错误，马副所长看见后当即跑过来制止。但马副所长也不会惯着康泽，他也要让这些人明白现在他们是什么身份。怎么？你们这是要闹事是吗？康泽，把你的饭碗捡起来！把你的饭碗捡起来！我命令你把你的饭碗捡起来！眼看事态又要重新发酵，为了给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，众人中最识趣的王耀武赶忙把怀里的水壶递给叶立三，亲自去帮康泽捡起了饭碗，这场饭堂风波才就此平息。如果我们胜利了呢？那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代表的是人民。所以你们失败，所以这是人民的意志。所谓的人民意志，那只不过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的说法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黄维不愧是号称功德林里最顽固的学员，哪怕如今成为了阶下囚，张口闭口依旧是反动的言论。蒋家王朝用他迅速的覆灭，早已证明他的腐朽和反动。而于中的黄维仍然想用所谓的礼义廉耻、忠孝节义保留他最后的颜面。其实黄维何尝不知道，国民党政权或者说老蒋更多的是把礼义廉耻、忠孝节义当作一件鲜亮的外衣，把大量的迂腐和愚忠隐藏在这件外衣之下。如果说要讲礼义廉耻，那老蒋最讲信用的事情就是不讲信用。在国共内战协商停战期间，多次出尔反尔，渡江战役战败后又挑拨桂系玩弄政权，反复无常。
一个党派的领袖尚且如此，那党内的成员还能剩多少清流呢？对于黄维的说法，王英光并不赞同，当即便展开了强有力的反驳。但是胜利者之所以成为胜利者，难道只是因为运气好吗？难道只是因为偶然吗？3年的解放战争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，大部分的时候，我军都是在以弱胜强，以少胜多。如果说偶然，也是国民党军队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取得了局部战争的胜利。但是偶然它毕竟是偶然，在千百个回合的交手之中，这种偶然不会经常出现，所以国民党军队才会迅速的土崩瓦解。这应该是一个铁的事实吧？这不是我的宣传和编造。王英光这一顿强有力的反驳，对得黄维哑口无言，与原先刚进门气焰嚣张的样子判若两人。王英光一看他精神上已经击败了黄维，便乘胜追击，想让黄维放下心中的包袱，服从改造。但思想顽固的黄维依然嘴硬。我拒绝。你不可以拒绝，我有选择的权利。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看来我们之间有一场战争。要不怎么说黄维顽固呢？他把思想改造当作是自己和王英光的一场战争，无非就是想为刚刚在和王英光辩论上吃瘪找回自己的一些颜面。都已经放下武器进入功德林了，还妄谈什么战争？你不可能一辈子都跟人民为敌，在这个新的世界，你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还存在，历史的车轮都会推着你滚滚向前，一路奔跑。看着黄维默不作声，王英光便让战士送黄维回去休息。回到宿舍的黄维依旧一言不发，钻进了被窝。哪怕王耀武上前关心到底谈了什么，黄维也不想理会。此时在被窝里，或许他是真的做着强烈的思想斗争。回想王英光说的话，他确实不能一辈子都跟人民为敌，但他愚忠的思想早已成为了他做人的准则，更不愿就此放下。